我的家乡是一个相对在中国比较小的城市，也是相对自由化的城市，保留很多民间的宗教信仰传统，来对人的那个气脉还有身体对话这个看不见的世界。另外从小我是一个喜欢仰望星空对话宇宙、摘星摸月的那个少年。这些都成了我长大以后一直没有离开的基本的通过看得见的艺术表现看不见的世界和宇宙这一个主题。通过火药的能量跟宇宙的能量，火药的爆炸跟宇宙的爆炸，星星的爆炸，这种联系在一起。是火药这个，从我的家乡开始，我就喜欢火药，因为有几方面，一个是火药这个看不见的能量，还有一个是难以控制和意料之外的。那么在我的小时候，我是一个比较胆小谨慎，所以通过火药使我失控，破坏我自己。然后获得了一种解放，这个解放也是包括当时的中国社会的相对控制的那个严酷控制的一种抗争和解放。这个是我在开始使用火药的一个出发点，所以火药不断对我有产生魅力的，就是它的失控性和它的意外。很有意思，在1989年当柏林墙倒塌的那个阶段，我的意思是看得见的墙容易拆掉，看不见的墙还是存在。因为我在德意志古根海姆做展览的时候，就也是针对了这个柏林墙来表现我们人类的命运。然后当然我每一次做展览或者做爆破项目，我经常把我的装置的这个施塑过程先用火药在纸上或者画布上画，我也把它叫做火药草图，等于是整理我的作品的思路的一个记录，也成了我的一件作品了。那这一个狼与地球也是那个时候做的研究，这个作品就是一个狼，它象征着这个人类冲着地球在嚎叫。它这一个人类的盲目和他的个人中心主义和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和这一个人类与地球的关系的一件象征性的作品。那这样的话，我要注意那个火药可能要选，因为火药有几十种。我就选稍微细一点点的，也不能太细，要不然就长不出毛了嘛。那个地球，我可能会选一些粗一点的火药，它更有能量。我很希望它是长得什么样子的，但我又很怕它完全按照我的样子来。我又希望它有些是失去的控制，展现了我没想到的效果。这样就是我会一直在摇摆，在看得见也看不见的那一种状态。一方面是我很愿意独裁的控制好它，一方面我又渴望它自由和解放。其实这样的状态，这个民主与独裁的挣扎，很反映了我的整个艺术的方法论。